你遇到过恐怖故事映照进现实吗？我家是在神农架旁的小山村，最吓人的故事是山魈肖羊。它们跟人很像，但是通体有毛，以人为食。此外，还最善伪装，经常假装受伤甚至假死，骗人类过去查看时突然跃起，咬住你的脖子。我一直以为那也不过是大人吓唬小孩子编出来的东西，可我的堂兄竟在后山拍到了肖羊的视频，一夜爆火。一心想当网红的社长看到后，带着其他舍友连夜杀到，非要进山拍摄。我怕他们出事，只好跟着他们。在一个山洞，我们真的遇到了一只受伤的肖羊。社长兴奋地当场架起了手机直播，直播间顿时爆了，粉丝暴涨，礼物更是刷到飞起。他们高兴地在肖羊面前跳起了舞蹈，看着肢体不协调的3个人做着各种滑稽的动作。那肖羊诡异地咧嘴大笑起来。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当社长不听我劝阻，深夜还带着2个舍友一头扎进后山老林的时候，我的头都大了。我们这是属于神农架比较偏的一个小岭，里面不仅有很多野兽，还存在着很多陷阱及暗洞。白天熟悉山况的本地人都经常失误受伤，更别提他们3个来自大城市的外地人了。我一咬牙，拿起家里的登山背包，硬着头皮追了上去。在我们这，从小我就听大人们讲过很多有关肖羊的传说。在上山的一路上，我一直在跟他们科普我们当地有关肖羊的传说，希望能用那些恐怖传说把社长他们劝回去。肖羊，山魈的一种，跟人很像，但是通体有毛，遇人便笑，因为它最喜吃人。此外，它还最善伪装，经常假装受伤甚至假死，欺骗人类过去查看的时候突然一下跃起，咬住你的脖子。停！社长不耐烦地打断了我。赵志浩，你说的不过是你们这大人吓小孩子的故事而已，里面还糅合了一部分《山海经》的故事。你们故事里的那种吃人的肖羊是不存在的。那人的视频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那个肖羊不过就比猴子大了那么一点，并且十分胆小温顺，根本就不可能吃人的，好吧？双胞胎舍友周小海、周小涛也连声附和。是呀，我们还看到他给他食物了呢，给他牛羊肉他不吃，反而拿着苹果香蕉吃得津津有味。这其实是我要跟他们说的第2件事。对呀，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肖羊不吃牛羊肉，反而吃苹果香蕉呢？那视频我也看过很多遍了，怎么看怎么像是一个被刻意整过容的猴子。我还没说完，社长他们哈哈大笑了起来。笑死我了，还整过容的猴子？你们这的兽医是从韩国留学回来的，学的就是给猴子整容。看着他们不信我的话，我也不再跟他们争辩了。他们3个人都是在城市长大的，家庭条件又都类似，有很多共同语言。而我是从大山里考出去的，城市里很多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见，经常会闹出一些笑话。他们3个非但不会教我，反而会故意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让我在同学们面前出尽了丑。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我熟悉后山的情况，他们3个肯定也不会带我来的。而我那个声称拍到肖羊的那个堂哥，本来就是个爱坑蒙拐骗的人。虽然他们3个不信，但我十分确定视频里那个所谓的肖羊就是一只被他残忍改造过的猴子。我在他家里曾经见过他，虽然我知道不会遇到肖羊，但是在我们这个山中还是存在很多危险的。为了不吓到他们，我没有跟他们明说，只是在走到危险附近的时候，总是出言提醒他们小心。相比于我的谨慎，他们3个却毫不在意，甚至周小海还不停地嘲笑我。赵志浩，亏你还说自己是大山里的孩子，胆子竟然比我们还小。他还没说完，突然哎呀一声，被一下子拉进了地底。社长跟周小涛一下就慌了，怎么回事？我哥是让什么东西抓走了吗？
我也慌忙冲了过去，趴在地上扒拉起地上的杂草枯叶。在我们大山里，如果有一个人从你眼前凭空消失，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被猛兽拽走了，另一种是掉进了溶洞中。当我扒拉出一个黑洞洞的洞口的时候，我悬着的心才放下了一半。还好是掉进了洞里，这样他就还有一半活着的可能。哥，你在里面吗？周小涛也冲过来，着急地对着里面大喊。我在里面，但是里面很黑，我的手机也不知道掉哪里了，我好害怕，你们赶紧下来。周小涛立马就要往下冲，我连忙一把将他拦了下来。赵志浩，你要见死不救吗？我顿时无语住了，但还是跟他解释。大山里的溶洞，我比你们熟，你们在上边等着，我下去把他救上来。社长也同意了我的提议。我将身上的背包取下，只拿了一些必需用品，便慢慢地将身子探了下去。这个洞我有些印象，它下方距地面3米左右，铺着一层厚厚的枯叶。于是我松开手跳了下去。我刚一落地，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腥臭味，脑海里立刻就响起了警钟。这种味道一般是掠食者存放在洞里的猎物散发出来的。这个洞里或许存在着某些掠食动物，如果它回来了，我们将插翅难逃。我连忙打开手电，找到摔倒在一边的周小海，刚要让上边的2个人把我背包里的救援绳丢下来，啊啊！上边却突然传来了2个人的惨叫，紧接着扑通扑通2声，社长与周小涛也掉进了洞里。我立刻就急了，你们怎么也下来了？周小涛已经吓得面如土色。怪物，好大的怪物，红色的眼睛，这么大。他抖若筛糠，不停地重复着。我心中暗笑，就这种胆量也敢来找萧阳。那个怪物是不是在我们路线的正前方？他连忙点头称是。我笑了，那不是什么怪物，而是我们山里的一个山神雕像，它的眼睛是特殊的矿石，白天吸收阳光，晚上便会发着红光。听到那不是怪物，周小涛的脸色这才缓了过来，他立刻对我冷下了脸。赵志浩，你刚才不说，是不是就是要故意把我们吓进山洞？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我顿时语塞，刚想要争辩，突然我们身后的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响声。我顺着声音望去，只见在那黑暗当中，2个如鸡蛋一样大小的红光正死死地盯着我们。我立刻调转手电，向着它照了过去。只见在我们前方不远处，赫然出现了一个像人又像猴的怪物。它看上去体型至少是我们的2倍，正对着我们龇牙咧嘴，那恐怖的獠牙一口就能轻松地把我们的脖子咬断。但好在他的双腿被一个大石块压住，根本动弹不得，反而对我们露出了惬意。看清楚了他的真容，刚才还吓得瑟瑟发抖的社长他们突然兴奋了起来。找到了，他就是萧阳，跟那个视频上的简直一模一样。我顿时一愣，也连忙拿出了手机，翻出了那个视频。眼前的这个怪物确实与堂哥发的那个萧阳很像，而且这石洞里的景象也与视频中的一样。可是视频里的萧阳看上去没有这么大啊！我连忙说出了心中的疑惑。还一脸兴奋的社长拿出了手机跟我比划着，那是因为拍摄的角度与距离的问题，近大远小，扶矮仰高。算了，土包子，跟你说了你也不懂，闪开一边，别耽误我们的正事。他把我推到一边，3个人忙忙碌碌地架起了设备来。看着他们支起一个又一个架子，我好奇地询问：你们这是要干什么？社长一脸鄙夷：没见过吧？这是专业的户外直播设备，今天就带你这个土包子开开眼。你们要在这直播？我一下就急了。这萧阳虽然被石块压住，万一你们直播激怒了他，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而且这个洞需要搭人墙才能出去，你们抓紧拍点视频，咱们趁着夜还未深，赶紧离开这里。
社长却一脸不屑地打断了我：“你懂什么？视频已经失去了首发优势，要博流量就得做第一个直播肖阳的人。”周小海更是拉开了身后的背包，拿出一罐喷雾扔给了我。这是刚研发出来的猛兽喷雾，连北极熊都能制服，难道肖阳比北极熊还厉害？这一罐就要上万刀呢，便宜你这个土包子了。他话音刚落，社长那边就已经准备就绪。当灯光音响打开的一瞬间，那肖阳瞬间暴躁了起来，就连压在他身上的石块都要被掀开。周小海见状，立刻从包里拿出一罐猛兽喷雾，对着他狠狠地喷了起来。那肖阳立刻哀嚎挣扎，最后见挣扎无用，他竟然向着周小海作揖求饶。看着他滑稽的模样，社长笑了，吩咐周小海停手，得意地看着肖阳：“怎么样，怕了吧？”那肖阳连连点头，真有趣，这畜生竟然像是能理解我的意思。我告诉你，一会我们直播的时候，你好好配合我们，等直播结束，我们不会亏待你的。说着，又拍了拍背后的另一个包，那肖阳竟然又连连点着头。我心里有些害怕，连忙走到社长身边：“你不会是想要把他救出来吧？”肖阳最是记仇，而且诡计多端。社长神秘的一笑，拉开了背包拉链，看着里面那些工具，我瞬间就惊呆了。你不会是想要把他……社长对我做了一个噤声动作，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开启了直播。肖阳视频的热度还在，当直播一开启的时候，瞬间涌进来无数的人。社长激动坏了，3个人忙着与弹幕互动，而那个肖阳竟然也好奇地盯着平板看。榜3大哥问那肖阳是不是假的，肯定不是，来跟大哥打个招呼。那肖阳真的跟着社长一起对着镜头挥了挥手，直播间瞬间就炸了，评论、礼物刷个不停，纷纷要求肖阳做各种互动。社长借机让负责场控的周小海开出了价码：1个嘉年华，你让肖阳干啥他干啥；10个嘉年华，你让肖阳干啥我干啥。价位刚打到公屏上，榜1大哥就豪掷10个嘉年华，我让你们给我肖阳哥跳一支劲舞。看着这10个嘉年华，社长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大哥豪爽，弟弟们这就献舞一首。说罢，播放起当红进去，3个人真的对着肖阳扭动了起来。看到他们滑稽而又不协调的舞姿，那肖阳先是一愣，继而咧开大嘴笑了起来。肖阳的上唇很大，一笑整个上唇翻起，将鼻眼都遮盖了起来，而那完全暴露的獠牙就像是2把小刀，闪着锋利的寒光。直播间见到肖阳笑，热度再次被推高，瞬间登顶了全网第1。社长他们跳得更卖力了，然而我的心却咯噔一下，惧意瞬间袭遍全身。老人们曾说，肖阳只有在捕到猎物的时候才会笑，他现在笑，就是已经把我们当成了捕获到手的猎物。可是他明明还被压在大石块下面，而且我们手里有克制他的武器，纵使他从石块下边挣脱出来，也不会是我们4个人的对手呀。突然，头顶处传来一股浓烈的腥臭，人类求生本能的第6感让我浑身的毛发不自觉地竖了起来。我机械地转过头，只见在我们进来的洞口处，一双如拳头一样大的红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从眼睛比例上判断，洞里的这个肖阳只能算是还未长成的幼体。我终于知道那洞里压着的那个肖阳为什么会笑了。他刚才所有配合社长他们的动作全是在演戏，一直在等他的父母来救援。难怪老人们总说肖阳最爱伪装，这种东西实在是太聪明了。或许是我们进来的那个洞口太小，在外面的那个肖阳进不来。他伸出手向着我的头顶抓了过来，那粗壮的手臂比我的腰还粗，那手掌更像是一个小抓鸡一样，
甚是恐怖。我连忙闪到一边，他一下抓空，抓起了地上的一块石头，轰隆一声，整个石块被他轻松捏碎。这恐怖的握力，这夸张的臂长，寒意直接冲破了我的头顶。而社长他们却依然沉浸在直播当中，对我身边发生的一切以及对洞外萧阳还一无所知。我几步冲到社长他们身前，一脚将直播架踹翻，拽起周小海就往洞的另一侧跑去。我们进来的洞口已经不可能出去了，只能祈祷这个山洞还有另外的出口。萧阳，萧阳来了，快跑！我大喊着招呼他们。周小海狠狠地甩开了我的手。赵志浩，你干什么？萧阳不一直在这的吗？你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知不知道那套直播设备有多贵？现在你把它弄坏了，你要拿命赔吗？社长更是红了眼，他跑过来，一脚把我踹翻在地。赵志浩，直播间正火爆，你就过来打断了，这笔账你该怎么算？我指着头顶上的洞口。另一只萧阳，一只超大的萧阳来了，我们都被骗了，快点跑！周小涛看了一眼洞顶。赵志浩，你眼瞎吗？另一只萧阳在哪？我抬眼望去，洞口里透着天上的璀璨星空，那只大萧阳早不见了踪影。我刚想要再解释，周小海拿着地上的坏掉的设备狠狠地瞪着我。我就说不带他吧，你们不愿意，现在好了，直播设备坏了，我们怎么直播？我看他就是诚心捣乱，不想让我们直播，等我们走了以后，他肯定就会把他那堂兄叫来，自己直播赚人气赚钱。社长咬了咬牙，赵志浩，我们既然把你带来，直播完了肯定也不会少了你的好处，你为什么要捣乱？如果你想出名，完全可以拿着手机自己开启直播我们的第三视角呀！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来捣乱，我们就打断你的腿。说着，转身从书包里拿出了备用的设备，重新在空地上架设了起来。就在这时，那浓重的腥臭味再度袭来。这次他们几个都没有直播，也察觉到了不对，循着气味看向洞口，那里露出了一张萧阳的脸。看着他那张脸的一刻，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我发现这只萧阳的眼睛明显比我之前看到的要小一圈。在我们的洞外，现在至少还有2只萧阳。可是社长他们见到有新的萧阳，顿时兴奋极了。周小海拿起刚调试好的相机就冲了过去。老铁们，又来一只萧阳，大家点点赞，有礼物的上一上。我现在就带你们看另一只萧阳的庐山真面目。就在这时，萧阳的头从洞口里消失不见，一只粗壮的手臂探了进来。这下周小海更兴奋了，他对着镜头喋喋不休。老铁们，萧阳向我伸出了友好的手，嘉年华上一上，就将为大家表演历史上人类与萧阳的第一次握手。不要！我惊呼着刚要阻拦，却被社长粗鲁地拦了下来。感谢榜一大哥的5个嘉年华。小华，这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周小涛更是兴奋地在镜头面前表演了一个后空翻，还秀了秀他小臂那发达的肌肉。但无论他再强壮，也比不过萧阳的手臂。当他把与萧阳比起来像枯树枝一样的手塞进萧阳的手掌的时候，那洞外的萧阳突然笑得翻起了长长的嘴唇。不好，快松手！我大喊着提醒。可是一切都晚了，周小涛已经被萧阳横空提了起来。周小海与社长哈哈大笑着跟直播间的粉丝们打趣：老铁们，你们看多有趣，萧阳正跟我弟玩耍呢。周小涛已经吓得叫不出人声了，他哥周小海却还在问老铁们要礼物。老铁们，嘉年华再来几只，我就让我弟给大家表演一个人萧荡秋千。可是下一秒他们就笑不出来了，人萧荡秋千没有上演。萧阳先给他们表演了一个大卸八块，他提着周小涛的胳膊猛地一甩，咔嚓一声，
胳膊生生被扯掉。周小海还未来得及惨叫，便撞在洞壁上晕了过去。洞外的肖阳捏着那一块胳膊一甩，那条胳膊便落在了洞内的小肖阳旁边。小肖阳拿起胳膊，像是酒鬼遇到了最香醇的美酒一般，深深地嗅了嗅，然后一脸陶醉地大笑着，将它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嘎巴嘎巴，它就像在嚼着一根汁水四溢的胡萝卜。我强忍着肚子里的强烈翻腾，冲到周小涛身边，脱下了外套，给他包扎止血。在我们小山村，经常会有野兽出没，家中的猪狗牛羊免不得会被咬掉腿脚，所以每个人都会一些基本的包扎术。我看我爸给猪狗牛羊包扎的多了，自己也就学会了，今天终于派上了用场。社长与周小海已经被吓傻了，我都已经将周小涛包扎完毕，他们还愣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小肖阳。小肖阳也看着他们，意犹未尽地舔着长长的嘴唇。我连忙从他们的背包里拿出2瓶冰水，狠狠地泼在他们的脸上。他们这才清醒过来，咱们得快跑了，等外面的大肖阳扩开洞口进来，咱们就都完了。我刚要跟他们解释，我还知道这个山洞的另一个出口，他们2个却把我猛然一推。啊！救命！大叫着，跨过躺在地上的周小涛，向着洞穴的深处跑了过去。你的弟弟！我对着周小海大喊，他却像是没有听到，只顾着自己逃命。社长他们2个人跑了没多久，就一脸惊恐地跑了回来。只好这边的路是死路啊，山洞又被大肖阳堵住了，咱们该怎么办？我看了他们一眼，然后从坐着的地上站了起来。社长，周小海，作为咱们3个人中唯一一个熟悉这里地形的人，我可以带你们出去，但之后你们要完全听从我的指挥。我虽然知道离开这个山洞的另一条道路，但这是喀斯特地貌下形成的地下溶洞，里面的情况错综复杂，如果还像他们刚才这样横冲直撞，万一走错一步，就有可能万劫不复。还没等我解释这些缘由，周小海立刻就不干了。他怒目圆睁，指着我的鼻子叫骂：赵志浩，你一个穷小子，凭什么指挥我们？你的官瘾挺大呀！当初你竞选班长，是我们3个带头反对的没错，但你也没必要在这种时候落井下石吧。说着，他从背包里掏出一叠现金，重重地摔到我的怀里。赵志浩，我知道你家里穷，连上大学的钱都是借的，今年的学费我替你爸妈交了，等会你把我们顺利带出去了，你的生活费我也替你爸妈包了。那一叠钱洒落在地上，我却没有捡一张，而是死死地盯着周小海。周小海见到我如此，瞬间就不乐意了。你个土鳖，怎么敢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害得我们掉进了这个山洞，害得我弟丢掉了一条胳膊。你信不信我出去以后，分分钟就能让你的整个家族从这个地球上彻底消失？之前与他们起冲突，我都是能让就让，可是这次确实关乎我们几个人生死存亡的大事，我又怎么可能去让步？我也不甘示弱，一把揪住了周小海的衣领。周小海，是你不听我的警告掉进了这个山洞，我们都是来救你的。是你怂恿你弟去跟肖阳握手，是你亲手害了你弟弟。之前他们对我的污蔑以及栽赃，我都不跟他们计较。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我如果忍下来，就有可能沾上一场说不清的人命官司。社长见我们2人剑拔弩张的模样，立刻把周小海拉到了一边。周小海，你是不是没脑子？现在我们还指望赵志浩带我们出去呢，有什么账你出去再找他算不行？非得在这里面招惹他吗？周小海还在愤愤然。社长，你就没怀疑吗？今晚我们掉进这个山洞，就是他赵志浩故意带错的路。这个山洞里的以及外面的肖阳都是与肯定一直是与他一伙的，他这是要报愚人节的那一箭之仇啊！听到他这么说，社长也顿住不语，看向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警惕。
然而就在这时，洞口处传来哗啦一声巨响，一块巨石被推落了下来。洞外的肖阳探进来半个身子，好在被挖开的洞口还不够大，那只肖阳被卡在了那里。我知道这个洞外的肖阳早晚会破洞而入，而且这个时间已经很快了。看着还在猜忌的两个人，我再也没有耐心等待，决定不再管他们了。一咬牙，起身向着正确的方向走去。看到我要走，社长终于下定了决心。等一下，我们听你的，但你要先说，现在洞口被他堵死了，你怎么才能带我们离开这里？我说，我知道这个山洞还有一个洞口，并且我认识路。另一个洞口在哪？周小海询问。在那，我指着小肖阳的身后。就在他身后，溶洞另一个通道的尽头，从那里出去就是山村，肖阳是从来不敢进村的。你让我们从他的身后绕过去？我没有听错吧？赵志浩，你要让我们羊入虎口？与社长不同，周小海依旧对我持有怀疑态度。我指着小肖阳旁边的一条小道，他被大石块压着，在另一头有个很窄的空间，差不多有1人左右的距离他够不到，我们正好可以从那里离开。那还等什么？大肖阳都要进来了，咱们快点走吧。周小海听我说完，立刻便要往那里冲，却被我拦了下来。赵志浩，你干什么？生死关头，好狗不挡路。周小海十分不满。我指着躺在地上的黄小华，你来背着他走。周小海一脸不悦地回应，你不能背吗？凭什么让我背？而且他这么重，背着他影响我逃跑路线。一个人死总好过2个人死，我活着，我们周家至少还有个人继承家产，给爸妈养老送终。弟弟，你肯定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是个吧？我却依旧寸步不让。他只是受了伤，我们不能把他自己丢在这里。他是你的弟弟，你必须照顾他。周小海暗暗骂了一句，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然后极不情愿地背起了周小涛。我让社长背了一大袋野兽喷雾以及其他可以应急的武器，我自己则是背了一大包食物和水。周小海怒喷，赵志浩，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我们马上就要出去了，你带这么多食物跟水有什么用？哦，我知道了，你们家太穷，肯定是把我们吃腻了的东西当成宝贝了吧？快丢了吧，等我出去给你买一卡车。我没有理会他，再把我自己带进来的背包挂在胸前，带头向着小肖阳身边走去。临到跟前，我把手藏在胸前，然后贴着墙壁试探着往里走。周小海出言嘲讽，赵志浩，你的胆子也太小了吧，小肖阳又够不到你，你干嘛走得这么谨慎？可他的话音刚落，那小肖阳却尖笑一声，把压在身上的巨石猛地掀到一边，站起身，向着走在最前面的我抓了过来。正如我所想，肖阳实在是太狡诈了，从始至终他都是在演戏，那个大石块根本就压不住他。肖阳在没有十足把握取胜的情况下，通常是通过假装受伤等示弱行为来放松对方的警惕，然后再给予致命一击。幸好我早有防备，从书包里迅速抽出2节竹筒迎了上去。小肖阳抓住了竹筒，以为抓到我的双手，高兴地大笑了起来，长长的嘴唇上翻，盖住眼鼻，阻挡了他最灵敏的视觉和嗅觉。社长，快喷！我大喊。社长心领神会，抓起2瓶野兽喷雾，对着他喷了过去。强烈的刺激让小肖阳倒在地上痛苦翻滚，却依旧死死地抓着那2根竹筒不放手。快跑！趁现在！我大喊着冲了过去，社长紧跟在我身后也冲了过来。唯独周小海现在想起来要给自己的弟弟报仇了。他捡起地上社长丢掉的野兽喷雾，一面对着小肖阳喷，一边狠狠地踢在他的肚子上。你把我弟弟的胳膊吐出来，赶紧给我吐出来！小肖阳不住地痛哭哀嚎。
被卡在洞口处的大萧羊尖笑一声，不管不顾地从洞口里挣脱出来，连皮都蹭掉了一大块。他顾不上身上的剧痛，向着周小海就扑了过来。周小海听到动静抬头观看的时候，大萧羊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就在大萧羊抓向他的那一瞬，他把背在身后的弟弟周小涛主动递到了大萧羊的手中。已经昏迷的周小涛生生被疼醒，在他声声惨呼中，他的哥哥周小海逃离了升天。可还没等我们喘口气，大萧羊就已经追来。但奈何我们拐入的山洞有一处收窄的地方，大萧羊一时进不来，这才给了我们喘息的时间。周小海见状，抢过社长的背包就冲了过去。我们已经跑得筋疲力尽，根本就没有力气前去阻拦。他红了眼，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爸妈，就是他把我弟弟吃了，我要替他报仇！你们这些畜生，还我的弟弟！把我的弟弟吐出来！他拿着手机一边拍一边用猛兽喷雾一罐又一罐地往大萧羊脸上喷。那大萧羊被喷雾刺激得发了狂，拼了命地捶打挖掘，石块不停地被挖掉。山洞的收窄处竟被他冲击得裂了缝，眼看着大萧羊就要突破进来，周小海慌忙跑了回来。那畜生就要挤进来了，咱们快点跑吧！刚才还在哭弟弟的他的脸上并没有任何悲伤，有的是刺激后的满足。可是他的目光却对上了我们两个沮丧无比的脸。以后我们两个身后被村民们用水泥混凝土浇筑好的洞口，周小海瞬间就慌了。他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衣领。赵志豪，你不是说这里有个出口吗？出口呢？我一把打掉他的手。周小海，你有什么脸质问我？如果不是你激怒他，他也不会不顾自己受伤致残的风险来破坏这坚硬的岩石。咱们凭借我背包里的食物和水就足够支撑到救援队的到来。现在可好，等他把岩石破开，咱们一起死吧。在他与萧阳搏斗的时候，我就已经拨通了救援队的电话。可惜话还未说完，手机就没电了。社长的手机也早已没电。我们等着周小海过来，用他的手机拨打救援电话。没想到他却再次把萧阳激怒，这下我们再也不用打任何电话了。周小海自动过滤掉所有我对他的指责，却一下抓住了我话中最微末的漏洞。所以你是早就知道这里被封死了，对不对？所以你才拿了那么多食物和水。你是故意想要害我们的，对吗？听到他这么说，我也彻底的怒了，握着拳头狠狠地瞪着周小海。周小海怎么能忍受他一直瞧不上的我这样的去瞪他？他指着我的鼻子警告：赵志浩，你那是什么眼神？我告诉你，我忍你很久了。晚上熄灯后，我们3个人打游戏，你嫌我们吵。你呢？你早晨6点就起床，然后去阳台练你那所谓的疯狂英语。夏天天热开空调，我怕屋里长期封闭，空气不流通，容易生病，所以开着窗户。你却嫌吵又嫌费电。赵志浩，我们试问对你也不错，社长为了让你有钱赚，提出你负责每天刷厕所以及打扫卫生。我们3人轮流包你的中餐，却又被你严词拒绝，甚至不惜把这事闹到辅导员那里。还有，今年的愚人节，我们不过是偷偷用你的手机给你的女友发了一条消息，她竟然真的半夜去那还未完工的图书馆赴约。她在那里被人侵犯了，然后自己想不开跳了楼，你却向警察告发了我们的恶作剧，害得我们被批评教育了3个小时。大哥拜托，那是愚人节，不过是一场恶作剧而已，你的女友轻信了是她蠢，你们凭什么去诬告我们？轰隆，随着巨石碎裂的声音，大萧阳浑身是血地逼了过来。彻底被激怒的他喉咙里发出恐怖的低吼，而已经从我的骗局中反应过来的小萧阳也低吼着跟在他的身后，身子背对着他们的周小海脸瞬间就白了。他慌忙要往我们这边挤，
社长却将2瓶液体塞进他的嘴里，然后一脚将他踹到大萧阳的怀中。萧阳是十分记仇的，他看到仇人分外眼红，抓起他大口大口地撕扯起来。小萧阳也加入了进去，在周小海的惨嚎声中，看着他的皮肉被2个萧阳一口一口吞入腹中，社长的嘴角挂上了诡异的弧度。周小海被吃掉多半之时，2个萧阳却同时捂着肚子在地上哀嚎打滚，没一会就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社长过去用脚踹了踹2只萧阳，在确定他们已经死透之后，这才放下心来。畜生就是畜生，实在是太不够聪明了，只知道吃喝，连食物中被下了毒都不知道。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最后收拾好心情，背上背包站了起来。社长，咱们走吧，有个事。我还没说完，社长却拿着一把尖刀抵在了我的胸口。赵志浩，周小海虽然蠢，但他有一句话说得对，你是故意把我们引到这里来报仇的吧？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一定早已经知道了，那天去强暴你女友的人就是我了吧？所以你是最不可能放过我的，对吧？但可惜了，赵志浩，所有的武器都背在我的身上，今天你死定了。我冷冷地看着他。社长，你杀了我，你也逃不掉的。社长却哈哈大笑了起来。你没看到我手上戴着手套？这把小刀最后是周小海拿的，要说杀你的凶手，那也是周小海。而我作为唯一的幸存者，被你们当场吓疯了，出去以后什么都不记得了。他狞笑着，抵着我的胸膛，一步一步向我逼近。我慢慢地向后倒退，最后身子抵在洞壁之上，退无可退。去死吧！社长大叫着，用刀狠狠地刺了过来。在这一瞬，我用力跺了一下地面，我脚下的地面突然破裂，露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我顺势掉了进去。而社长的尖刀狠狠地扎入了我的肩头。大洞下面是一个地下水潭，我没有死，爬上岸，忍痛将尖刀拔出，简单的包扎止血，然后凭借着记忆，在这个地下洞穴里走了3天3夜。在包里最后一块压缩饼干被我吃掉的时候，我扒开已经被植被掩盖的洞口走了出去。我强撑着走到村口第一户人家，晕倒在了他家的门口。当我在医院里醒来，身边围了很多警察以及3个舍友的家长。你快说，把我们家儿子藏到了哪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我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家长，但他十分冲动。警察根据我提供的信息，在那个山洞里找到了他们3个残留的身体，而从他们带着的设备和手机里，他们自己拍的视频中，我一直是在苦苦相劝的人，而他们确实是那3个我好言劝不回的鬼。最可惜的要数社长。看着前面2个舍友那么惨，我本来已经动了恻隐之心。在他动手前，我想要跟他说的其实是，萧阳一共有3只，并且萧阳毒不死。康复之后，我带着鲜花来到了女友跳下的那栋楼，看着昔日的烂尾楼，现在成了光鲜的图书馆。不知道女友在天上会作何感想，不知道对于我那3个舍友的结局，她满不满意。全文完，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